有道理，有道理，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本来这个有关于清酒酿造的动画，其实我下午录了1个多小时，然后后来还上网修正了一下 AI 的错字，但是既然声音都没有录进去，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沮丧，白费力气。本来想就这样就过去了，可是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所以吃完饭洗完澡之后，我决定还是来重新讲一遍。但是有下午的经验，我今天晚上我就会把它讲得比较快，然后提一些重点的东西就好了。我觉得下午讲的其实也太冗长了。闲话少说哈，我们就先回到这个影片来。我这是用手机来拍我的笔记型电脑，那这个投影片就播出来的时候是由我来控制速度，然后用麦克风来录制。我刚测试过一遍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开始吧。只是我现在的距离因为离手机比较近，所以这个声音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清晰哈，请大家原谅。首先呢，看一下这个图，上面写的是清酒烧酎，那个念酎，或是有人另外一个念浊，也是一个有字旁，然后是一个勾一个像勾一点嘛，在一个国字哈，但是一般我们都讲烧酎哦，清酒烧酎。这流程呢，我上面既然已经写了简化了，表示说它其实有暗藏很多玄机，但是画不下去。先看右上角，有选米 A、B、C 分别代表不同的品种，就好像葡萄酒有不同的品种一样。酿造清酒，你当然要选择出不一样的米。那目前为止，在日本使用量最大的就是山田锦。那后来居上的一些除了量之外，500万担啊，或是美山锦啊，八反系列之外呢，还有爱山，现在是崛起的新品种的酒，不能讲新品种，就是它同样可以酿出很好质量的酒米。山田锦被大家所爱用哦，这个以后我会专门出一题来讲。山田锦被大家所爱用，跟我前几期讲的 YK35有关，因为山田锦是一个品种非常优秀的酒米，又抗倒伏，又耐低温，然后本身产出的米质的米粒很大，就是米心的也比较干净。所谓的干净，就是说它的心白比较少。心白并不是，就是米中间那个白色的部分呢，并不是指它的是什么像珍珠这样的角色，它反而是米的空隙，就是中间没有长好的部分。然后因为产生这个光线的折射，造成那个中间那块位置变得有点白白的。其实新白多的米呢，不是一个好的酒米哈。山田锦的米比较结实，然后又抗病菌、耐倒伏，所以而且加上它很容易酿造，因为它的淀粉的含量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今天即便不是第一线的酒厂、第2线、第3线，它甚至只要有稍微注意一下整个过程，就可以酿造得很好。所以山田锦在日本一向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最多酒造在使用的酒米。那不管怎么样哈，即便是它是最好的酒米呢，但是还是有很多选择嘛。因为日本的地域这么大，所以不同的酒米的选择代表不同县市它的风味哈。所以在酿造酒之前，这个酒造的杜氏或是藏主，他们都要先决定要用哪一种米。就是我上面写的是 A 种或 B 种或 C 种，
或第一种各种各样的米。现在到底有多少种酒米，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因为之前，像我自己有在登记的酒米，我有去写它的专栏的酒米，就已经有，我好像就已经写了大概80种了。那有些特别有名的，我甚至还写了很长的篇幅，甚至超过几千个字来描述。比方讲山田锦，那其他的更不用说了。就是说，这些酒米这么多呢，加上每年，而且稻米比起葡萄来讲是很容易产生新品种的一种作物，它杂交，然后时间很短就可以产生第二代出来，所以加上变异，加上这个杂交，加上这个奖励的新品种也是杂交了，这样出现的很多种啊，所以你说要讲出现在有多少酒米，也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还是以目前为止看到我刚刚讲的那几种酒米为主。那你在酿酒之前，你要先选出一种酒米出来。至于说有没有酒造呢，是使用2种酒米，类似波尔多的混酿，有的。但是他们普通的状况是，在制作曲的时候，请注意制作，我讲的是制作曲 coach， 在制作曲的时候会用不同的米。然后在酿造酒的时候，就好像要加原料进去的时候是加另外一种米，那这种叫做挂米。但是无论它是哪一种米这个基本上都是要投到桶子里面去的，只是曲用来做曲的曲米，重要性会比较大，所以有些酒造会在做曲米的时候是用不同的酒米。这个部分呢，各位可以从酒瓶的后面，它通常都会标清楚，曲米是什么米，然后用作挂米，就是要加入那个酒桶里面的米是什么米。那这个大家去看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也有写的很模糊的，就是它都用同一种酒米都有可能。在这里呢，我其实画的是同一种酒米，但是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做曲的方式所以各位可以想象成说，如果说我要做曲米的，要做曲的时候，我的曲米一样要经过前面的一样的方式，它的差异性只是酒米上可能会不同而已。那现在有上面右上角列的有这种全米出来，假定我们只要用一种酒米来做这个清酒的话呢，第一步当然是选择米出来。画虚线的意思表示说我有选择性并不是3个一起加，所以选出选米出来。所谓的选米就是没有脱壳，就是米粒，就是还有壳那个，然后或者是你刚打鼓完打下来的那些米粒。当然这些米粒呢，这跟饭米跟吃饭的米一样，你打下来之后，它总是要先晒干，在晒谷场是要稍微晒一下，不然它原始的水分会比较多一点。虽然还不到可以酿酒的程度，但是那种水分多一点的话，如果你没有稍微晒干，你就把它储藏起来，或者是说运送的话，很可能就会发霉，或甚至就发芽了，也不一定。所以把它晒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我所谓晒干不是晒得很干我们在晒谷场看到那些米，就是稍微晒一下，晒个几天，这些都要看农民的智慧。然后这些米呢，选出来之后，他就会送去，以饭米来讲，他会送去碾米厂。以玄米，就是以酒米来讲呢，其实玄米就是酒米，也是饭米，都一样。但只是泛指说还没有脱壳的那些米。它也是在晒干之后要送到碾米厂，那台湾话叫碾米，可是在日本呢叫做精米，其实他们也叫碾米但是用在这个饭米，用在酒米身上的话，它会称为叫做精米。那精米呢，精这个字很明显可以了解，就是要把米做得更为精致嘛。什么叫
为精致，就是把它拿去磨，用精米机来磨。好，这个精米机呢有很多种哦，有竖形的，有横形的。反正精米机是他们一直在发展的东西，而且一台精米机非常贵。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解释一下现在最流行的那种圆筒式的精米机。请注意哦，这个精米机呢是把米粒给磨小，去壳磨小，所以呢，它跟一般咖啡豆在磨豆子是不一样的。咖啡豆的磨豆子是把它磨碎、磨细，但是精米不是把米给破坏掉，它是米在低温下，我所谓低温是机器保持低温，不要让这个米受到太大的影响风味，或者是太容易碎裂。它是缓慢的去磨，简单讲，圆筒式就是内外两个桶，然后两个桶中间隔得距离很小，然后有轨道可以让米滑进去，然后在借由旋转的过程中呢，慢慢把米一层一层的磨掉。它磨米的时间其实耗费很久，如果我记忆没有错的话，单单精米步合要达到50，就是要磨掉50%，剩下50的话，好像就要20几个小时，我印象中是如此。然后在这过程中不能求快啊，它也不能加水，所以一切都要慢慢来。这也是为什么大音量会这么贵的原因。50%假定都要20几个小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算不是20几个小时，也是要耗很长的时间。这个绝对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的。你机器不可能24小时开着都没有人管嘛，那有人去管它，然后这个加上要换米，如果要精很多袋米的话，那个其实过程是很辛苦的。所以精米步合数值越低，就是精米度越高的话，去掉的部分越多的话，表示这个耗费的成本越高。通常一台精米机，比方讲以竖形精米机或圆筒型精米机来讲的话，一台我印象中是要3-4千万日币，反正至少要1000万台币啦。那一间酒造，如果你有幸去参观的话，它里面有越多精米机，表示这家酒造是越有钱。但是不是每个酒造都这么有钱啊？你买一台精米机也不够啊，万一这台精米机突然坏掉，你不是今年就来不及酿酒了？所以他们可能都会有很多台，或者是说，他会送到公用的这个精米处那边去精米，但是要排队。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各位朋友去思考一下，你会不会想到说，如果只有一台精米机，或是我去外面排队的话，我今天用了米，如果是山田锦，然后接下来要这个精米的是500万担的话，那精米机又就像咖啡豆机，我想很少人把它拆开来洗干净嘛。所以理论上，你今天咖啡豆机如果一直磨不同的豆子的话，那个豆子其实风味会搞混啊。你真的很吹毛求疵的话，理论上就是要常常洗，不然的话就是你最好每种豆子就特定喝几种豆子，浅焙、中焙、深焙各有一种咖啡磨豆机，这样是不是会最好？但是现实上做不到啊，就是磨豆机可能还做得到，可是你精米机台动辄如果上千万，我讲的这个3-4千万还是10几年前的价格，现在一定更贵，而且现在更数据化去控制了，所以那种机器其实都不是轻易就可以买得下去的。那你如果送到外面去磨的话，你前面那一家磨的和你的米是不一样的，那你米的磨出来，明明精米步合就是要寻求米的纯粹性，结果你这样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我有问过酒造的杜氏，有分别问过几家，
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因为基本上他们都给我一个表情是，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但是那个表情并不是称赞，他只是会心的一笑，因为表示我不是这一行真正在工作的人，我只能算是好吧，比较有经验的一些清酒的爱好者，虽然很资深。至于原因在哪里，我等一下下面的动画会解释哈。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假定你一家有这个酒造有两三台精米机，它也是会遇到这种先精完这个米，然后要煎另外一种米的时候怎么办的情形。就算是同样都是精，比如说3天级在精米，也有可能是前面精米的不合是60，就是去掉40而已，表示说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精米机里面有染到很多杂质。那你现在如果要做精米不合35的怎么办？会不会受到影响？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当时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说刚精好的米呢，其实的确是会染到其他的原来的前一批米的那些米渣渣，就是米粉。所以精出来的米呢，通常就是圆圆的，但是表面上会有一些这个类似像灰尘的细米存在。所以精完米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就是它变成白米了。好，没有错，变成白米了，就是变得比较小了。我这边讲的白米，并不是我们吃饭那种白米，我的意思是说，它已经变成精米，并变得比较小颗的那种，看起来比较圆形、比较光滑的米。这时候上面有渣渣，怎么办呢？各位可以看到哦，我连续压了几下呢，然后左上角那边就跑出各种的水出来了。为什么我这边要先分开直接谈到水？是因为你要先选出水出来。左上角也是 A、B、C 的水呢，表示说它可能是你可能是浮流水啊，你可能是井水啊，你可能是井水跟浮流水可能也有关系啊，这以后再说哦。也有可能是去哪里运过来的明水、白选啊等等的，甚至溪水等等的都有可能。这些水呢可能有软硬之分，另外就是它的干净程度哦，或者是水喝起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味道或者怎么样子的。我所谓特殊味道不见得是不好哦，因为所谓的明水、白选，很多水就是有各自的特质在，所以你会选出你要的水。当然，我们讲选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去选择酿酒的土地，所以酒造呢，通常都会在良好水源的地方，然后建造这个酒造，这样它就可以省去运水的功夫。所以你翻开日本酒的地图，那些明水白选的，有所谓的明水白选这样子的区域附近，在传统年代往往都会有酒造。为什么？因为一瓶酒，即便我们说一瓶酿的再好的酒，它至少都有80%以上是水分，所以水对于酒是非常重要的存在。这个道理呢，各位可以去思考，就跟葡萄酒的风土类似，因为葡萄果也是要想尽办法，葡萄树生长，然后根往下挖，往下生长，去吸地下水，吸上来过程中会有很多可能相关的一些矿物质、维生素等等的。同样的道理，他在选这个水的时候，假定是选地下水或者浮流水什么的，里面也会有很多矿物质，会不会有维生素就难讲了，但基本上会有矿物质。所以这矿物质呢，就很影响到水的软硬程度特别是所谓的碳酸钙的部分。那软硬程度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类似一种肥料一样。什么肥料？就是
这个酒要酿造时，曲菌跟酵母菌甚至乳酸菌要生长的肥料。所以这边也顺带提一下，如果水是越硬的水，越硬的水，你可以把它想成里面有越多的矿物质，那这个是越多的矿物质，我们知道矿物质是，当然我们讲不是巨量的那种重金属污染，是我讲是一般的那种钙啊、钾啊这些东西，这种矿物质是对人或对生物是好的，所以只要在不过量的前提下，其实就好像我们要种植植物要施肥一样，如果这个本身这个水硬度比较好的话，表示它是比较丰饶的，所以在拿来酿酒的时候，酵母菌、曲菌会长得比较好，长得比较好就是会消耗掉，除了产生香气之外，然后最主要是酵母菌会消耗掉比较多的糖。因为它一直在生长，又产生酒精嘛，那产生酒精，然后又酒精可以控制，但是你酵母菌呢把糖用得更多的时候呢，这个酒就会变得比较的辛口，就是这个辛的意思就是 dry， 英文的 dry，表示它不甜的意思，所以日本酒有些很标榜它是超辛口、极辛口，意思就是说，我酿的酒呢是糖分很少的，日本酒度呢相对来讲是很高的。那日本酒度以后我再解释。所以如果你本身有念过一些日本酒书，他会跟你讲说，硬水比较容易酿造出辛口的酒，就是残糖会少一点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这个道理你还是要思考到，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科技时代，所以如果水本身即便它硬度高的话，你还是有办法控制发酵的程度，所以不见得就是100%成立硬度高的水酿造出来就一定是非常辛口，不一定。但是早期是这样没有错，现在其实也是这样，但是我只是说现在的方法可以控制。那水选出来之后，当然不是只是后半段发酵要用啊，它一开始要先拿来做什么？就是刚刚的白米，我讲说有很多米粉嘛，米的粉屑在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把一部分的水，我虽然写酿造水，是因为这个水不管酿造或者在中间制作任何东西都用这个同样的水，他们保持水的一致性、一贯性，甚至连那个洗那个酿造的桶子都会用一样的酿造水来操作。那这水运过来之后呢，他会把白米洗干净。那洗的时间它会读秒数，每年的米的状况或者是不同的米种，软硬度不一样，磨的时候那个沾染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洗的过程，它是用2个篮子，就好像我们在洗菜一样，里面那个篮子的那个网眼比较小，就是米不会跑出来，但是水会跑出来。外面那个篮子呢，就是网眼比较大，就是有点在水龙头把水注入这个里面的篮子之后，他们上下摇动，然后就手伸进去搅，就是在洗米。然后这往往要洗好几次，而且每次他们都会记录几秒钟。日本的杜氏，特别是老杜氏，通常都会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备好，就是会记录很多年的每年每一次酿造酒的时候的各种记录，甚至包含这个洗米的时间。所以只要把这个杜氏想象成我们一般认知的日本职人就可以了。他们连这个都会记录，今年米的状况怎么样，米的成分先分析之后，然后洗的时候多1秒少1秒，差别差在哪里？他会把洗干净之后，再加上下面一个步骤，就是浸就是把洗好的米呢，里面那个
我刚刚讲是用两个小桶两个筛子嘛，他把里面那个筛子装的米呢提出来，然后赶快放到另外一边有一个桶子，然后把这个米全部浸到里面去。那桶子里面当然也是酿造水，他要去浸，然后这个浸可能30-40秒、40-50秒、1分钟都什么都有可能哦。当然不会长期浸，它浸的目的其实就是再让这个米更干净，而且要让米开始吸水。各位如果家里有做过豆浆的，或是有看过人家做过这种东西的，就知道说，前一晚泡水很重要，因为你泡了水之后，让它吸了一些水软化，然后你第二天在磨的时候会比较好磨。那当然，这个米它浸这个米呢，除了它洗跟浸，在日本他们又称为所谓的二次精米，第二次的精米，意思就是说我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把它洗干净了，洗掉了，然后同时又让水进去这个米里面一点点。这个米进入米里面的多寡很重要，因为它跟蒸米的时候所产生的水都蕴含在这个米芯里面，然后这个米芯的含水量多寡会影响到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养曲菌，所谓的制曲的重要步骤。所以这个步骤就反复做，洗净蒸，洗净蒸，洗净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一次不可能只有做一桶米嘛，它可能要准备很多个米出来。这些米呢，它都一次就把它做好。我说日本酒有比较像是制作出来的酒，或是另外一个角度讲，日本酒很像在做菜。原因就是说，你一定要把材料都准备好。你不能我今天炒牛肉炒到一半，发觉牛肉不够，然后再去冰箱里面牛肉再拿出来退冰，然后再来切丝，这样都会太慢了。所以他要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量都算好，这些都凭杜氏的经验。然后这个米洗净蒸，就蒸米的时候，就是把洗好浸好的米呢，含有一定水分的米呢，这时候把它丢到一个叫做釜，就是一个蒸汽的炉，我们叫蒸笼好了，用蒸笼来形容。它会把这个米，把它一袋一袋就洗好这个米，装成一袋袋，然后倒在上面，倒在这个釜里面。这釜往往很大，它可能人都可以站在里面去翻动。当然，它蒸的时候人不会在里面啊。我就是说，当米加进去的时候，它要把米平均分散，或者是米蒸好了之后，它要把米铲出来的时候，都需要人去操作。那这个釜很大，而且这些工作全部都是在一大清早的时候做，可能凌晨5-6点、6-7点就在做了。所以日本酒造的时候早上起来会冒白烟，就是他们在蒸米，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然后我一再提醒你，这个蒸米是要把所有需要用到的米都把它蒸好，所有要用到的米都把它蒸好。今天假定我们选的是山田锦，它全部都蒸好了。这一批山田锦的米，它会被分成它统称叫做蒸米，蒸好的米。我这边有地方没有写好是，我底下有写曲米、九母米，其实还有一个挂米，挂是挂东西、挂衣服的挂。不管曲米、九母米或挂米，请注意，我都是用括号来表示。意思是说，我们蒸好的这一批米呢，我会依照我的使用量，把它分出哪些米要拿来作为制曲之用，然后要拿来制作曲的米，我们叫做曲米；要来制作九母的米，我们叫九母米；要来添加，到时候在酿造的时候添加了米，我们称为挂米。但是不论是曲米、九母米或挂米，那个都只是一个分类而已，并不是说它是不一样的米。
也不是说什么特别精选哪些米特别适合属于做曲或做酒母，不是。你蒸好了这些米之后，你只是简单把它分成3份，当然这3份多寡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制作这个曲的这个曲米，可能就需要量就比较少，酒母米次之，然后挂米可能就要最多，所以他们会按照比例去分，然后这比例也是按照当年度的状况，也是度数来调整，一切凭经验。好，再强调一次哈，曲米、酒母米就是圆米，这个三沸圆什么圆，一个酉字旁1元2元的那个圆哈，等一下稍微会看到，和挂米，就是挂衣服晾挂衣服那个挂米，最后加进去的米，它都是真米，就是蒸好的这些米，都是由玄米露经过精白、洗净、蒸之后所产生的米，然后把它分成几堆，然后这几堆呢要分别有各自的用途，怕搞错，所以他们会取名叫曲米、酒母米和挂米。这时候呢，我们要开始做曲了，所以，葡萄酒就是水果类的酒，跟一般的米最大的差异性是，莓果类、水果类的酒，它的糖直接就是产生了，不管是蔗糖或者是蔗糖再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水解，都是很简单的动作。它的糖是自然而然就光合作用叶绿素就产生了，只要当年的风土状况、气候状况好的话。可是，在谷类的果实里面呢，它其实你所谓它的果肉基本上就是以淀粉为主，比方米就是以淀粉为主，那麦子也是，那淀粉是属于多糖体，它有分直链淀粉、支链淀粉，这些我就不解释，你把它想成它是多糖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就是多个单糖结合，按照不同方式结合出来的东西。那你今天如果要拿淀粉来直接酿造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用拟人话来说，如果曲菌或酵母菌是人的话，它的嘴巴比较小，那你塞很大块的东西要给它吃，它吃不下，它又没有手，它也没办法，它有刀叉，但是这个速度会比较慢，所以对于酿酒来说呢，他们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找辅助的仆人，你可以讲仆人或者是二厨来帮忙进行类似切菜的动作，就是把多糖分解成为单糖，然后所谓的分解呢，以比较科学化的角度来讲，就是利用这些像曲菌来产生各种转化酶类或者是讲酵素这些东西来分解淀粉成为单糖，特别是葡萄糖。那选择的二厨也很重要我们这边的二厨以清酒来讲就是曲菌，那曲菌呢，其实有很多种，这个以后我在专题再讲。但是各位先知道说，目前为止日本用最多的是黄曲菌，而且是黄曲菌底下也有很多分支但是大部分的分支其实会产生毒性。这个我之前有提过，就是说，适合清酒酿造的曲菌只有一种，目前是有一种，而且在日本有制造这种曲菌的传统店家，我印象中就是2-3间而已，以前的印象嘛，现在有没有新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曲菌它当时这个3家左右是供应当时全日本所有的这个酒造，在要制曲时候，他们要去买这个曲菌。我有看过曲菌一包一包的这样，然后里面就是
有一点橄榄色土绿色这样的感觉，跟我画面这个颜色其实蛮像的哈，但是要再深一点。那当然曲菌很多种，有红曲菌、白曲菌、黑曲菌等等的。除了红曲菌，台湾的这个宜兰这边有红曲酒，红曲菌去酿的酒。但是红曲菌是跟白、黄、黑，它不是同一种。界门纲目科属种，它不是同一种，它只是刚好也是真菌类，所以红曲菌呢，我们可以，它也有分解这种淀粉的效果，但是它效力没有黄曲菌这么强，也没有白曲菌产生比较多的酸，所以这边我们先不考虑，以后我有机会我再单独讲一下这个有关台湾本土的红曲菌，那这个都是跟福州菜是有关系的，以后我再来提。那这边就是列出来，我只列2个，但是基本上还有黑曲菌甚至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它不叫曲的，它叫什么珍珠菌什么真菌体什么的。听说效果也不错，但是这个都还在实验阶段这我们就不提了。目前日本酒就是以黄曲菌为主，而且是黄曲菌里面的某一个分支，其他的菌是会产生毒性的。台湾早期有发生过这种花生染上黄曲毒素，黄曲毒素呢不能讲染上，就是染上了某种特殊的黄曲菌，然后它借由花生呢，跟花生长在花生上面嘛，然后分泌出黄曲毒素出来，然后这个毒素呢很毒，当时在台湾是一个很严重的食安事件。各位朋友可以去查台湾黄曲毒素事件，就可以就可以看到，那是很早年代的事情了。所以吃花生吃这种豆子类的东西要特别小心，放太久最好就，包含咖啡豆也是咖啡也有听过咖啡豆染上黄曲毒素，就是黄曲菌产生黄曲毒素的。那这个东西特别在台湾这么潮湿，所以不管你是喝咖啡或是卖咖啡的人，那个豆子的干燥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然后回到清酒这边酿造来说的话，它的黄曲菌呢，其实是里面特殊的一种分支，它不会产生黄曲毒素，所以它具有很好的分解淀粉的效果，所以这种的黄曲菌呢，被拿来使用作为这个清酒酿造酵母菌的二除。选出来这我再提醒一下，还是有白曲菌也有黑曲菌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个黑曲比较使用在烧酒的制作这个以后我再提，因为现在讲太多我怕大家不好记，而且现在已经快要40分钟了，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是讲不完了，因为后面的才是比较困难的点，要讲的比较仔细。那我今天就是先讲到如何把曲做出来就好，就分为上下2集来讲。你把曲菌选出来之后呢，这时候你画面上有3个圆，各位可以注意看有3个圆。第一个圆是这个圆，选出曲菌蒸米，然后各位要看的是曲米这个部分，然后再过来是水，选出水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假设为一个房间里面的一个不能讲一个桶子，一个房间里面的2张木板好了，或者是箱子或者是什么任何东西，就是你可以去想象最主要是木头啦，但是它是隔离的房间。
这个房间叫做渠室，好，渠就是这个上面这个渠嘛，室是房间嘛，渠室基本上呢，一个渠室都会有一个室长，然后这个就是丈人里面已经阶级比较高的人了，他就不是在做洗净针这些工作了，劳力工作了。虽然他在渠室里面也是劳力，但是他做的是以酿清酒来讲，第一个，或者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日本酒是一曲二元，元就是有字旁，右边是一元、一元、两元、三元的那个元。好，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有人把这个念成什么踹啊，念成很奇怪的音呢，都不太对啊。正式名称是念元，这是日式汉字哈。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有点元，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嘛，那个就等于初始的意思。那什么的初始，就是酵母的初始。所以所制造什么元，就是要把最原始的酵母群给做出来那种意思哈。那渠呢，它既然是二厨，你有2个方法可以准备。其实制作清酒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准备，可能大家你如果有去思考哈，你会不会想说，我要做渠？什么叫做渠？你不是说可以买曲菌的吗？我为什么还要做曲？曲菌跟曲不一样哈，等一下各位就知道了。的确你可以用买的，可是曲菌或者是酵母那些都很贵啊，所以你今天特别是它们都是属于单一化培植的单一菌种菌株，没有受过污染的，你酿清酒，你一直丢这个曲菌或丢这个酵母菌下去不是办法，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很简单，跟做面包一样，它有老面，这个曲菌啊，或者是接下来要讲这个元，这个就是先用一团老面，这老面就很多菌种，然后丢到新的面粉糊里面呢，然后让它去发酵，我们叫发酵嘛，其实就是让这些菌呢在里面能够生长繁衍，然后繁衍过程自然而然会产生空气嘛，甚至产生一些酒精，所以某些面包的在发酵过程中也会产生酒精哦，只是它的那种菌种酒精不是它的产生酒精不是它的特长，产生气体才是它的特长。那些酒精呢，在发酵过程、膨大过程中，自然而然慢慢就消失了。即便它有残留，在烤的过程也会被分解掉。即便它真的很强韧，有剩下一点点，你也尝不出来。所以用这个方法来类比，就是说我今天有曲菌了之后，选出来之后，我进入渠室。这个渠室里面呢，它有温度控制、湿度控制，里面甚至连灰尘都没有，非常干净。通常都是用块木做成的一个房间哦。那进去里面都可能严格一点，甚至还要穿那种类似像防护服这样的东西，严格一点啊。至少你要戴那个头网纱的那种头帽，那个帽子，避免头发掉在这个米上面。而且他们还会量测温度哦。进去之前都有2层的门，像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会跟我讲说今天会进入渠室哦，所以请各位务必最好前2天就不要吃益生菌。什么益生菌、乳酸菌啊，那些什么菌啊等等的，因为它怕这些菌会影响到曲菌的生长，前2天就不行。而且最好你要穿着朴素，你也不要弄什么香水啊、擦指甲油什么东西进去，不然它不会给你碰。我们要进去之前，他会跟你特别提醒说，什么东西都不要碰，你要什么东西都他们拿给你。比方讲试吃制作好的曲，好。
44分钟了，我要把这个自曲讲完就做上集的结束。请注意，我这个2、4、6、7角形，这个代表的是曲式，然后曲式里面可能会放那些木桌子哈，但是你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不能讲筒子了，它是一个房间哈，里面有桌子，这时候会把曲米给运过去。那我再强调一次，这个曲米就是蒸米，只是这些蒸米是要拿来做曲的，所以我们简称它叫做曲米。用这一点来看呢，其实曲米只是做曲的原料之一而已，千万记住这句话。所以如果你搞不清楚曲和曲米的话，那表示你就根本完全不了解清酒。曲米在日文叫做曲叫做在日文叫做koji，好，我的发音可能不标准，但是 koji koji。那米呢，他们叫 mai， 所以曲叫做 koji， 曲米叫做 koji mai， 那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曲菌要怎么讲呢？我记得菌是 kin 吧，曲菌好像叫 koji kin， 好，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曲放在前面，后面是米 mai， 然后如果曲菌的话是 kin， 大概是这样的发音啦，哈。这样讲日本人就听得懂了。我说酒造里面的人 koji kin， 所以你把曲米送进去。把曲菌送进去，有没有放水？没有放水哦，因为那个蒸米其实原本热热的蒸米在送进去之前呢，它就已经开始有点变冷了。但是这个米本身里面一定要有足够的水分，水分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所以为什么要用蒸米不用吹米？吹米就是米要丢到水里面去煮嘛，就是我们一般煮饭的方式嘛。这样子的煮的过程，米饭会熟，跟蒸米一样会熟，可是它会比较湿。比较湿的话，对曲菌，它的湿度可能只有高个几%而已，但是对于曲菌来讲，就生存就好像生存在沼泽一样，不容易生长。他们希望这个曲菌生长的地方是在比较干爽又有水分又干爽的地方，很冲突哦。所以如何控制这个生米里面被分为曲米的这些不能讲被分为曲米，就如何控制蒸米的那个含水量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用吹米而是用蒸米的原因。然后这个蒸的米本身就有含水分在中间，这时候呢，各位又可以联想到葡萄酒了。你把这个米它这个蒸米呢，很均匀的铺陈在这个曲式里面的桌子上面。当然这些桌子都消毒过然后甚至你米放进去，它还会用布把它盖着。如果已经开始要长曲的时候，但是刚倒进去的时候，他们会把米把它用各种方式，有点像日本的那种日式花园的那种沙子一样，用各种方式去绕个圆形或者是弄成山丘状反正就是尽量把它铺开，目的就是为了要散热，然后让曲菌能够均匀生长，而不会只有长在某一块区域而已。所以曲米进去之后会排好，会爬梳过，再放在这个桌上，堆成类似像这种延长的山丘或者是绕成圈或者是用箱子来装的所谓的箱曲，用比较小的范围的方式来控制，都有各种各样都有。细节我不讲了，各位只要知道说这边就是要把米放进去，然后可能大可能小的场地，然后尽量把这个米能够疏散，要疏散又不能太疏散，因为它只是用一点点曲去养大出
养出一群的曲菌出来，所以你如果米和米之间间隔太远，它们就不见能够传播，所以那个排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不能有别的菌种，很简单嘛，就是万一把曲菌弄死掉了就不好了。然后再撒那个当你把米撒好的时候，可能各位有看过纪录片，或者是说，搞笑一点讲，就是之前网络上有人流行在那个有一个厨师在烤牛肉，要撒盐那个动作有没有？手弯曲，然后在那边撒那盐，摆那个 pose。但是真正的这个曲式的这个制曲的匠人呢，他们手上拿了一瓶有点像是大型的胡椒罐这样的东西，底下有打洞，然后里面装的就是曲菌，他就会拿曲菌很缓慢的在这个米的上面，大概距离可能大概20-30公分呢，慢慢去撒，然后务必使得每一个有点像在撒海苔粉的那种感觉啦，因为你这时候它撒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米本身上面就会有一颗一颗很小的这种类似黑色、黄绿、墨绿色的这样子的曲菌在上面，然后它要让这个曲菌是很均匀的撒在上面，不能某一处太多，某一处没有。所以整个这样撒完了之后呢，确定没有问题，他就会把布盖起来。撒曲菌也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哦，它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撒完了之后呢，棉布再把它盖起来。这个棉布其实都是有加热，然后维持一定的温度，不是50-60度，而是应该是20几度，27-28度左右，顶多30度。然后他们也会放一个探针在里面，去实时检查温度。这时候呢，各位可以去想象呢，这就有一点像是这些曲米啊，就是蕴含有水分的土地一样，然后撒成一片，是不是变成一块良好的风土区块，对不对？然后把曲菌撒在上面，就好像，当然葡萄不是种的啦，葡萄是多年生的嘛，甚至可以长100年嘛。可是曲菌呢，它生命周期比较短，就是种一次而已。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现在就是把类似像葡萄树让它发芽去长大一样，只是它是从这个孢子曲菌的孢子开始去种植的。然后这些曲菌生长在这一片肥沃的白色真米上面呢，它就会一样会发芽，会长根哦，就像香菇一样，它会往下长根，它是真菌类嘛。然后这根会越靠近这个米的米心那边去吸那个水，那些水呢，就是当时蒸米时候，还有我们洗净蒸，再加这个过程里面渗入米里面的水，包含米本身就有的水。通常这个水都保持在比较深处的位置，所以让这个菌长得越均匀、越茂盛，然后根越深入。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本来这一块土地呢是洁白无瑕的，有养分没有错，淀粉还有一些其他的养分，然后曲菌在上面生长的时候，会长满了，通常都会长满了，也有没有长满的状况，但当然都是看度数要怎么去控制。我的意思是说，它并不是随便让它乱长的，度数会去做调整，所以这个曲菌生长的状况，其实也会影响到我要酿酒的最后的品质。这边我先卖关子就不讲了，但是我现在要请大家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当我曲菌长满了这些。因为一颗米上面不是只有长一个曲菌啊，因为曲菌很小啊，所以一颗米上面可能长了很多曲菌在上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像一条爱之船一样，然后上面载满了人。但是我觉得更好的说法是，当这个曲米长满了曲菌之后，
1+1就变成2，表示这颗米上面呢，第一个它本身的风味有改变了。最简单来讲，就是它变甜了，因为那个曲菌为了要生长，它需要养分嘛。它什么叫养分？葡萄糖对于菌种、对于动物、对于植物都是标准的最容易获取能量的方式，所以曲菌会分泌出最主要它有分泌出很多种的酶或是酵素，但是这个酶呢也不是霉菌的酶哦，是那个就是我们国中都念过那个酶啊，那个一个有字旁在一个每天的每，那个酶或叫酵素这样的东西，有糖化酵素或者是蛋白质分解酵素等等的，因为米里面还是有不少的蛋白质，然后最多当然就是淀粉。它在生长的过程中，曲菌在生长过程中，为了要能够吸收到养分，它就必须要有能力把这个淀粉透过它自己分泌的酶、糖化酵素把这个淀粉分解为单糖，然后它才能够吸收。可是它吸收不了这么多啊，那颗米呢就会变得，它就会有多余的糖。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让这个曲菌长在上面，其实是要利用它多余的这些酵素，让这个酒米变成一个有糖、有甜味的酒米。我插段话讲哈，因为现在快要1个小时，我觉得这样讲就差不多。如果这个中间你们有加水的话呢，如果了哈，当然细节不会这么简单了。如果有加水的话，这个阶段就有一点像什么？他如果又再丢一点点酵母进去的话，它这个阶段这个就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甜甜的、酸酸的，因为还会有乳酸菌在里面嘛，然后有一点酒味。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我们就是不是中元节啊，那个元宵节会吃的那个汤圆嘛，酒酿汤圆什么，就是酒酿这样的东西。不过我现在讲这制曲里面并没有水，所以它跟酒酿还是不一样的哈。我只是说很多东西是可以类推的，大同小异的。米为什么会变甜？就是要有酵素，就是要淀粉分解酵素哈，糖化酵素。那糖化酵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产生，在清酒里面就是用曲菌来产生。所以刚刚讲这广袤的这一片的这个真米的田地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换一个方式来思考。经过通常差不多2天左右哈，这个曲菌长满了之后，那原来它并不会分解掉这个米哦，它只是长在上面，所以各位可以上网去查那种长满曲菌的这个米呢，其实还是米的形状，只是上面有一层白毛，很奇怪哈。这个黄曲菌长出来是白色的样子，白毛，然后其实摸起来，因为水分大部分都被吸干了，所以你拿起来手稍微搓一下，它就会变成粉碎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把布掀开来闻的话，可以闻到淡淡的，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浓郁的那种栗子的味道，栗子。然后这个可以直接拿来吃，甚至可以拿来做甜点。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叫这个长满了这个曲米长满了曲菌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叫做曲扣几。所以各位要知道，扣几等于 koji kin 加上 koji mai， 就是曲等于曲菌加上曲米。这个时候
你用葡萄酒的角度可以思考，就是这个每颗曲啊，每一粒曲啊，其实就好像一颗葡萄一样了。当然，这里面没有什么水了，这水分都快要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过程就好像我们现在是种出葡萄一样了，只是这是没有水的葡萄，但是它有糖分了。曲就是一个这么有趣的东西，所以我们叫做制曲。至于这个曲做出来之后呢，它可以，你如果把它烘干，就是把那个曲菌把它弄死掉了之后呢，它糖分还是在啊，所以你如果要来做这个，我甚至觉得它可以拿来代替糖了，但比较淡口味的东西，米蛋糕啊，或者是做饼干啊，或者是加一点盐就变盐曲啊。盐曲是干嘛？就是因为你只有甜也不行啊，你就是要再加一点盐啊来煮东西，是不是味道就不一样了？而且我刚刚讲说，曲菌在生长过程中，除了有它产生各种的酵素嘛，酶类嘛，除了糖类糖分的分解酵素之外，还有所谓的蛋白质分解酵素。蛋白质分解酵素产生的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呢，里面有几种氨基酸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什么谷氨酸啊，什么鸟氨酸什么的，那就是还有一个什么氨酸我忘记了，就是我们熟悉的味精的成分之一。也就是说呢，你自己做出来的这个曲呢，不是我们自己啦，自己做要小心，因为会危险的。因为我讲说黄曲菌其实要会懂的人才会用齁。那这些做出来的曲，如果再加盐曲的话，它就是一个有咸味、有甜味、有鲜味的一个调味料。所以各位现在常常看到什么盐曲做的什么东西啊，不管是鸡肉啊，或者是蔬菜料理等等的，它都会有鲜味，就是氨基酸的关系，然后有甜味，有这个所谓的咸味。那这个因为都是天然的东西，有人就觉得这是一种养生的料理，的确是没有错啦。就好像酒酿。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对人的身体好，并不是因为它有酒，而是因为它也是透过这个菌类，类似的效果去产生糖分，然后糖就是最简单的葡萄糖，并不是那种对人体比较不友善的果糖，或者是其他很难分解的乳糖、很难分解的糖分，所以。酒酿也是一直被我们认为是滋补养生的食品，这些东西的原理背后都跟曲菌是有关系的，有类似的关系的。因为不是只有曲菌的可以做这种动作，有些菌也可以做类似的这种分解糖分、分解这个淀粉为糖分的这样子的效果。背后的道理万变不离其中。那我今天讲到这里呢，就是你知道说清酒做到目前为止呢，蒸米有分成3部分，然后它最后把其中一部分归类为曲米，再加上曲菌呢，然后就要去制曲。那这个曲米因为之前经过洗净蒸，所以已经阿尔法化，已经熟了。米饭已经熟了，只是没有那么湿而已。但是这种湿度刚好恰好可以让曲菌完美的生长。所生长的一个一个的曲呢，它还是维持着米的形状，只是上面很多曲菌然后这个曲就是这个米里面呢很多的糖分，还有一些蛋白质分解后的氨基酸等等。它是一个很营养的东西。那把这个曲制作好了之后呢，你才可以接下来做后面要做酵母啊，或者酿造的这些接下来的动作。那我会在下一篇再来讲解，各位就知道最重要的曲 coach
它就是曲菌加曲米的综合体。然后洗净蒸的原理是什么？它是2次的精米，它要给它足够的水分，然后水的选择原因是什么？然后水又有分软水、硬水，软水可以让硬水矿物质多，可以让曲菌长得比较好，软水刚好反过来，所以硬水所酿出来的酒通常会比较，因为曲菌长得好，产生的糖比较多，然后酵母菌吃的比较好，会把糖吃掉。然后这个如果软水的话呢，反过来它的残糖会比较多，就是酵母菌分解效率比较不好，没那么好。然后这个淀粉还留了比较多，淀粉最后自然而然也会变成糖分会水解。但是它如果发生在后期的时候，因为酵母已经死掉了嘛，所以这个酒就会变得比较甜。那所谓的硬水酿出来都是比较辛口的酒，软水酿出来都是比较甘口，甘是甘甜的甘口的酒，基本原理就在如此。但是请记住一句话，就是这个都是以前的传统的酿造方式，现在当然有一些改进虽然说考试的时候，如果你要去考 ACSI 的时候，万变不离其宗，它还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相信现在一定很多酒造有些不一样的思考方式。然后最后请记住我讲了一句话，曲这时候做出来的曲，它是米粒嘛，它不是曲米它只是曲米上面有曲菌但是这个一粒粒的这个曲呢，你可以把它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它就像葡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酿造酒所需要的元素，各种各样子的可能香气物质可能单糖葡萄糖还有一些养分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在接下来在酿造清酒的下半段的步骤发挥重要的功效。所以制曲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日本酿酒师来讲，他们在讲酿酒，你要考试的时候，3大步骤：1曲、2原、3造。造就是酿造，原就是酒母，就是要做酵母出来。你可以猜得到，我先把曲做好，再把酒母做好，就是把酵母做好了，然后再来酿造。那这样最后经过压榨什么，就会产生清酒。那后面还有很长一段要讲这样1个多小时，我今天等于录了2个小时。好，希望对这一段对大家有所帮助，因为它是非常细的东西，然后中间很多东西你可以去反过头来去思考有关葡萄酒或是其他啤酒的一些细节。我提醒一下，比方讲，因为我之前提过了，蒸馏酒都是由酿造酒来产生的。那酿造酒要怎么产生呢？它就是要有酵母菌，要有糖。所以各位可以去思考各类型的酿造酒，它的糖是怎么产生的。如果它是天然产生的，那会不会不够？不够，我应该要怎么处理？或是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的，比方讲多糖体存在的，那我要怎么处理？那甚至有双糖存在的，这个我又要怎么处理？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自己要来处理啦，我是说这些国家、这些农民要怎么去处理，才会把它制作成为酒。因为酒这种东西呢，它跟食物是分不开的，它是几乎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时候就已经6、7千年前就已经发现有用麦子酿酒的遗迹了，所以研究酒跟研究食物是一样的道理。而且我这样讲完，大家也可以知道说这个酒类其实里面养分很丰富所以喝酒除了酒精会有热量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也是会产生热量的，所以喝太多酒其实不好了。
不是只有开车不喝酒而已，而是酒精这种东西，号称第5级的毒品，还是适可而止就好。好，各位朋友，请记住这一点。那我是海恩哈，讲填土之道的道理，好，用这样比较好记，李明的李，好，有道理。我心目中的餐酒生活，拜拜。